就它的酸跟痛酸有一样吗？故意弄酸。故意弄酸。天安门的周遭是没有人可以进去的。四季民福到此一游。你在干嘛？我在预约烤鸭，因为就是四季民福，就大家都知道很多人排队嘛，它就是很有名的店，所以大家如果要预约的话，去微信搜寻那边就打四季民福，然后这边就会有预约公众号出来，然后点进来呢，你就点这个排队取号就可以线上取号，那这边就会有距离你现在的位置由近到远的排序，可以同时取。你看，可是这个有一个缺点就是你要有大陆的号码才可以取，因为它会需要验证。那刚好上次去沈阳就办，现在已经马上排上用场。我们现在已经到北京的酒店了，然后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半。然后我们今天住的是机场附近，就是第2航厦附近的一间叫天地家招待馆。它外表就很旧，然后非常的不起眼。然后我就看到，其实觉得蛮不妙的。进来，然后直到就是前台那边，我都觉得很不妙，就旧暗暗的，然后各种什么食堂啊什么味道。可是直到上来进来房间之后，我就觉得其实蛮好的，因为呢，这间房间很大，但是有30平方公尺，这里可以放大概6个行李箱打开。有干湿分离真的是非常棒，不然每次洗完澡再上厕所都会很湿。我觉得细部的清洁都做得不错，然后独立吹风机赞。因为我明天早上7点35要转机去乌鲁木齐，所以我就选离机场很近的酒店，因为我们刚刚搭电车过来，好像5、6分钟就到了吧。然后我明天不想要很早起，因为基本上我就不是个很爱早起的人，所以能多睡10分钟是10分钟。今天呢，一个晚上才1014块台币。那我们现在赶快把握时间往市区出发了，因为我们在这短短的24小时之内，我们要吃到3样的北京特产，大家猜是什么？烤鸭、豆汁儿、什么肉？涮肉。好期待哦！好多东西哦，这很像是早餐店的感觉。一个豆汁3块，然后一个焦圈1.5块。1碗豆汁，2个焦圈，1份麻豆腐。对，多少钱？20。现在来吃豆汁了，终于来了。这个听说是要用这个沾这个，然后再加这个。先喝一口纯的好了。不会不好喝啊，没有什么怪味啊，很浓的豆浆口感，一点点酸酸的，可是很滑顺。怎么样？是不是跟我形容的一样？就卤水味嘛，酸酸的。先吃一口咸菜，我这个咸菜非常的咸，它就是如果有人就是对那种酸味，这种酸味比较敏感的话，吃这个咸菜就会把那个酸味完全盖过，就整个就只剩那个咸菜的味道啊。长得像油条，可是它就是炸得非常脆的洋葱圈，但是没有洋葱。你要怎么形容呢？豆汁，酸酸的浓豆浆，我完全可以接受哎。你觉得它的酸跟痛酸有一样吗？故意弄酸，故意弄酸。这也没有到很想一直喝。然后我们还点了一个炒麻豆腐，颜色一样。它这个里面有炒辣椒，然后还有这个黄豆芽上面那个黄豆啊，那个黄豆，不然就是沙沙的豆汁啊，他是说是在做粉条啊、粉丝那些产品的时候用绿豆做原料，然后把那个面粉滤出来去做粉丝啊、冬粉那些东西之后，剩下那些汁把它发酵之后形成的这个就是豆汁。然后据说啊，具有养胃解毒跟清火的功效，因为绿豆本来就有这些功效，所以豆汁相对的也会有这一些对身体好的功能。查网络它形容豆汁的味道是酸跟馊，我真的觉得很没礼貌。终于今天吃了就是北京非常有名的小吃豆汁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，这个东西很神奇，就是应该可能只有在北京吃得到。其实就跟豆浆差不多啦。我把它喝完了。我们刚刚吃的是老瓷器口天坛店，然后对面就是天坛公园。确定。要买票哎，远远的那个就是天坛的嘞。对，
我们中正纪念堂就是仿照它做的。这边看来是个机位。最早的天坛是明朝永乐年间盖的，然后是要给天子祭天，所以叫天哦，所以叫对祭祀用的。对，距今已经600年了。哇塞！然后大概250年前，乾隆要把它改成现在这个样子，蓝色的琉璃瓦加上黄色的顶，满清的建筑美学，真的很漂亮然后啊。到现在，其实跟那个很像，就是沈阳故宫的那个那圆形当然很像哈对，啊，那就是马金风格。南故宫呢始建400年前，看镜头里面好像很暗，但是就其实还有一点点光线。虽然说月亮已经出来了，但很像是在台湾的大概6点半7点那时候天刚黑的感觉。听说新疆那边更晚，好像到晚上快10点才会天黑吧？对不对？对，有我这边也可以拍啊，你看到那个天堂没有？蛮美的哎。我的心还在向北。我现在要骑脚踏车去天安门。这条路上超多人在骑脚踏车的。我们刚刚靠着骑脚踏车经过了天安门，然后这边真的是警力非常森严，天安门的前后全部都封闭起来，所以你要看的话，你只能像我们这样骑脚踏车，或者是你要到对面的马路，然后远远的看着天安门，因为天安门的周遭是没有人可以进去的。你要看的话，就是第一跟我们要骑脚踏车嘛，就是经过，然后它这边不能停留，你只能一直举着手机录影或不停的拍照这样而已。还有搭地铁，然后到就是天安门站这样子啊。天安门的正前方那一块是净空的，人都不能过去，完全没有人，完全没有人。两侧的人到了这边就被挡住。封住的地方距离天安门至少应该都还有100公尺吧。我觉得骑脚踏车这样看是还蛮不错的。重点是一路上还有人问我们说哪里前面有车可以骑嘛什么，就是等于你越靠近天安门越没有自行车可以骑，所以你最好远远的地方就赶快租一台，赶快骑过来。如果你等快靠近天安门想说再租，可能就已经完全没有车了。现在已经很晚了，就是已经10点半了。5、6世纪民府要9点半以前去，然后刚刚计程车司机跟我们讲，去他还没有闭店的话，就算他椅子已经收起来了，他还是会接待。真的假的？大陆的朋友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你们真的这样吗？在北京的话，这家隐山豆汁店也是北京有名，然后它也是很多家分店。大家如果说就近有看到隐山的话，也是都可以去喝喝看。还有我们世纪民府在那里。世纪民福到此一游，门口到此一游，没吃到，因为我们现在有点没有掌握好时间。对，因为北京我们没有做太详细的攻略，所以本来就没有那么多时间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就是稍微走马看花，然后至少我们已经有吃到豆汁儿。对，什么？很难过，是因为我老公他非常热爱烤鸭，连在台湾都一直在探索各种烤鸭，所以来北京吃烤鸭是他毕生的愿望，对不对？结果把晚餐吃的豆汁儿火晕。本来就是都已经计划好要线上排队，然后想说要排很久，好吧，先去个天坛吃豆汁，然后没想到一吃就不饿了，然后就想说反正还要等很久，就去逛天安门，然后一逛1小时过去了，看来今天可能吃不到了。纯生，
老北京正宗的蒜肉，里面是清汤哦，它只有加个姜，然后2-3根小葱这样而已。然后这个麻酱也是立斩的，就是来它会给你选酱，然后我们就选最正宗的麻酱。料酱会够味道吗？他们正宗的就是这样吃的。这清汤真的是水，对啊，不是高汤。快收收看啊。羊味还是有的，就主要就在吃这个酱的感觉。爱吃肉就很过瘾，就大家都说吃这个涮肉一定要吃烧饼。对，有点大，我等一下吃好了。涮肉它就是吃一个跟火锅不一样的概念，那你跟好朋友一起吃好了，可是就是大家吃自己的，不会抢，不会说哦我现在倒一盘肉下去，然后多吃点啊，你也多吃点啊，大家多吃点肉啊。什么的没有，就是自己夹一块，然后自己涮完自己吃，可能就要比涮肉的夹肉的速度谁快这样。当然牛肉汤也是有用火锅的，火锅形式比较类似，自己涮，可是就台湾不可能用清水的，可能会被骂。涮肉一定要吃涮羊肉，手切的才是够讲究。要怎么判别肉的好坏呢？就是说你吃完了之后，这个盘子里面不能有血水，因为放血要放得够干净，而且涮完之后，这个汤汁上面因为不能有肉末。第3个就是说，你这样子，你只要把它立起来，它的肉是不会掉下来的。对，所以有一些比较讲究的餐厅，它上肉它是这样上，它就这样有一个架子可以放着，代表说他们的肉很新鲜，然后不会掉下来。对，这就是判别一家肉好不好的小科普。可是老实说，这个麻酱吃久了是有一点点腻。这个烧饼啊，就是吃这个必吃的。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吃涮肉我必吃烧饼可能就是他们的标配吧。它是像一层一层的馒头那种很扎实的烧饼，哇，这吃下去还得了，很饱它自带一些咸味嘛，咸味跟就咸香。我吃不出来。不是我爱的味道。咸香。所以呢，吃涮肉、烧饼就可能还是要看每一家自己的烧饼做的好不好。我觉得这个烧饼还好，可以不用点。但是我觉得这家肉 OK， 这家叫老四季涮肉，现在已经12点了，都还有开，小小的蛮可爱的，然后服务也很亲切。是这样，就一盘羊肉、一盘牛肉都是先切手切的，然后一盘茼蒿、一个宽粉跟1瓶啤酒，然后还有一盘牛肚。这样212我觉得好像 OK 吼，它那个麻酱那些都是要算钱的。要说惊为天人就没有到惊为天人，但是它的肉质是好的，对。然后这个吃法也很特别，然后它就是麻酱也好吃，只是吃久有一点点腻，因为它那个麻酱本身就油脂的含量很丰富嘛。可是因为概念就是火锅的概念，所以我会觉得很惊讶、很惊喜这样。但是它整体而言来说，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尝试的一种吃法，就是要卖一个新鲜的肉。那今天的北京转机之旅就在这边结束了，我们乌鲁木齐见啦！